您好，你好，警察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需要看一下你们1月20号和2月20号的排班记录。文怎么了？出轨了。怎么抽上烟了？我今天下班后去莲湖按摩了。你那2次开房根本没有叫人来按摩。这是1月份和2月份的服务记录。这里为什么是空白的？啊，没有服务就没有记录了。也就是说，1月20号、2月20号都没有及时去客房服务过。没有，空白就是没有。你开房干什么了？按摩。我连罪犯都不愿意冤枉，更何况我自己的丈夫。谢谢。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你开房到底干什么？不是我干了什么，而是你认为我干了什么。从逻辑上讲，肯定比按摩后加项目严重，否则你不会背这个锅。你认为我干了什么，我就承认干了什么，行吗？约会？对。跟谁呢？你说谁就谁吧。我带来的高山红茶味道怎么样？不错。挺香的。谢谢。我读过你的小说。是吗？那我可太荣幸了。你读的是哪一本啊？就是你们一群作家去海边采风，景色很美，人很陌生。在你们经历了半个多小时尴尬之后，你们就开始说段子了。你说请大家晚上留门，你会一一去推。别人留没留不知道，反正你留了。你之所以这么说，是想测试一下人群中有谁逆向思维。凌晨，你的门被推开了，闯入者说不许开灯，你本来也没想开灯。2个人缠绕摩擦，过了1个多小时没有语言的生活。第2天继续采风，你不知道他是谁，你觉得既像甲也像乙。他唯一留下的证据就是最后的时候叫了一声美。一页，你读的一页。我写的时候是用我来描述的，但是你说的时候却改成了你。既然是你写的，那个我难道不就是你吗？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。我又没问你。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就像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，甚至不确定我写的到底有没有发生过。是不是贝珍？不是。在你的评论里，贝珍的文字诗意、灵性、妩媚。实事求是。贝珍的眉宇间确实有一股灵性，举手投足也算得上妩媚。至于诗意嘛，外行觉得缥缈，你们专家说有就有了。你这哪里是在评价小说，分明是赤裸裸的夸人。你过度阐释了。我这是还原型阐释，除了追寻文本原意，我已经尽最大努力回避了阐释的主观性跟相对性。你为了调查我，都开始学习哲学了。你认为
贝真的叙述缠绕，就像迷宫中探路，现实跟非现实纠缠，故事在螺旋上升中达到了缠绕的高潮。莫大夫，你这难道不是在描写贝真那双白皙修长的手臂像枝杈一样越伸越长，最后缠绕到了你的身上？哎呀，照你这么解读的话，世界上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理解为黄色的。据我统计啊，你给他的评论里，平均每篇都会使用缠绕、饱满、妩媚、亢奋、勾引和高潮，还有一次用了湿润跟挺拔。按理说，就你这想象力，大坑案不应该没破呀。你才是我最大的坑。